老挝这边能种什么，适合种什么，国家已经帮你选好，就看那个中国对老挝的那个进出口名录。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老挝？我第一次来是23年的4月份吧。怎么想到当时来老挝这边发展的？刷抖音吧，是关注到了老挝这个国家，然后抖音里给你推送，不停的推送关于老挝的信息，1个多月时间嘛，刷了大量关于老挝的一些信息嘛，然后听到这边一个博主嘛介绍了这边的农业种植这一块，然后就对这个感兴趣嘛，就开始是过来看一下嘛，来这边考察了市场，找人找地。你在国内是做什么？在国内啊，点档子了吧，做这一块业务，抵押点档。现在就跑过来做农业。对，大盘看了很大的。主要是国内太卷了，我当时在国内的状况选择，感觉我做的这个事情呢看不到前景，太卷了，又不怎么想做，想出来看一看，做这个决定也下了很大的决心。当时国内真是嘎腰子那个好多工作啊，都是具体的，其实很多具体的工作啊，我没有去执行，都是他带着工人在做。上了个大学吧，没有说很高的文化知识也没有。父母花那么多心思送你上大学，结果你跑到老挝这个国家来做农业。你父母怎么想的？我来之前，我妈都跟我说，见那个伟，你跑去种地还跑那么远，我们老家不能种啊。我爸妈那辈他们是种过地了嘛，他知道种地的辛苦的很，难的很，从小到大都没干过这个活的人，你还去干这个活，你不要去。说你去出去看一下，出去旅游一下，想想别的事都可以。但是后面他们看你不听的时候，他们也放弃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就是叫你在这外面注意安全了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这真不后悔。其实让我再重新选一遍，还在做这个决定。其实有时候想，我们走出了这个决定啊，有时候觉得是自己选的，然后有时候回头看，其实不是自己选，这是这个你这是遵循了国家的意志，符合我们国家的国策嘛，一带一路嘛，产能的转移嘛，资本的转移嘛。难不难？难。好多事情呢，开始我们想的太简单了，在做的时候啊。好多事情呢，你必须要自己去亲力亲为。还有在这边啊，毕竟不像国内，你首先第一点，你语言都不通，那很多想法或者跟他们当地人沟通啊，特别费劲，特别是沟通这块语言不通，所以说来这边语言这一关很重要，要尽量克服困难，把语言学会。起码说能简单的交流了，事半功倍，能给你省好多事情。靠翻译去传达，非常耗那个精力，跟工人啊，还有跟当地的各个渠道去沟通的时候啊，就说你通过翻译了，不是你自己去表达，都不要感染，其他都不要。很多事情本来一个最大的，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呢，留个漂亮的、好看的过程中啊，是不是做西瓜？在老挝这边做农业的，它有很多种品类，据你所知有哪一些？种植多的香蕉、西瓜，然后种芒果类有一些，还有种毛豆类很多。还有我了解到了种木薯吧，这2年木薯的特别多，特别是我们很多中国的老板过来这边投资那个木薯厂多。然后榴莲这2年有种榴莲的也有一些。橘子呢？但这边种柑橘跟国内比的话没有优势。抹西瓜。柑橘在我们国内是一个相当卷的类目嘛，这么卷的类目你还跑到这么远来种，成本这么高，你跟国内肯定转不赢他们嘛。那这么多种植的类目，你为什么单单选择做西瓜？季节吧，反季节吧，相对来说啊，风险要小点，就错开了国内的那个主要的竞争的季节嘛。然后门槛没有那么高，就是说我能够得上，因为我以前不是做农业的，你说门槛、技术啊，各种要求很高了，我这个门外汉，我对农业的认知，我根本就够不上这个。西瓜需要很大的技术含量吗？要。我开始以为不需要，但是我接触了以后啊，需要很大的技术含量。我当时没有选择说盲目的弄，也是跟技术员合作。如果我当时盲目的弄的话，我们搞了半年，现在肯定是结果很差。您当初来这边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最难的时候，前期启动的时候找技术员和找地，这是一个办法。第二个的难点就是启动的时候啊，因为需要大量的很多细节的事情。第一个是找人找工人，第二个是要找各种渠道，因为这边不像我们国内社会分工非常细，这边社会分工啊，它是有分工，但是它这个能选择的就这么多。你要是没有提前联系好或者没有沟通好啊，你会错过了那个最好的种植的季节。再还有资源的渠道吧，肯定没有长期在这边做的人他们那么丰富。做各种选择的时候，可能成本会比他们高一点。其实在这边能种什么，适合种什么，国家已经帮你选好了。你中国对老挝的那个进出口名录，你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对老挝是免税进出口的，不在那个免税名录里面，那个关税这块就吓死人，还要跟国内的同他们竞争，已经没法竞争，没有竞争优势了。这个国家需要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对。比如说在国内就很饱和的东西，他肯定不希望进口进去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以前芒果还可以进去，这几年我们的芒果可能已经过剩了，这2年肯定不让你进去了嘛。
首先保证国内市场的种植户的一个利益。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来从事这个工作，从来没想过。哪怕是决定来这边之前，我想的是做这一块，但是具体是怎么做我都没想过。但是你来了，身不由己了，你必须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你必须去尽最大的努力去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。但是我还好，适应很快，差不多知道需要怎么做了，立马能调整到这个模式来。在老挝这边种西瓜要注意什么东西？选地的时候要注意，特别要注意，不要盲目的去看到一块地就去选了，一定要多方去打听以前种过什么的，很重要。然后看地的三通嘛，通电、通路、通水。特别是水这一块很重要。如果说水的距离远了，你后面就转运水的成本呢非常高。像有的朋友开始来的时候，可能就看了一下，他觉得前面有河，肯定有水，结果他租下来以后，然后走过去河去看的时候，发现那条河就它有2公里，2公里的话，你就把水转运过来的话，花很多的精力，还有很高的成本，还有道路情况，种的产品呢必须要运出去嘛。像我们这块地啊，这条路况就不是很好，当时做选择的时候也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。河里有座桥啊，这个大货车重量根本不敢过，所以你只能在桥的外面装瓜转运成本又很高，难免也有损耗，也要花很多精力。所以这些细节啊，一定要想好，多看看，多想一想，不要是看到一块地怎么样，我立马把它拿下来，千万是想了又想，不要着急，哪怕错过的都可以，不要去盲目。机会这个东西啊，只要你准备充分了，哪里都能有机会。老挝的工人，你个人感觉管理起来会不会有点吃力？是吗？跟他们沟通的话，他们是这个小刀叫咪，他们的就是是大刀简单的，你是吧？根据他们的生活规律来制定。叫他说吃完了把刀还给阿飞，是这样很好管理的。还有我现在就是不能跟他们正常的交流，不能把你的真实的想法啊去跟他们说，他们和你之间啊是没有那种共情的。来翻译吗？翻译只能说把你的指令传达下去。你跟他们之间就是有工作的关系，不会跟你有什么认同啊。你跟他交流就是简单的工作指令，没有人情世故。对，他感觉你就是一个发钱的机器，没有那种温度。对，你跟他之间没有温度。如果你能跟他们正常交流，效果会非常好。其实这边呢，他们大部分人是很淳朴的。有共情，就是说认可你这个人啊，什么样的？这里的这个没觉得你这个老板人还不错啊，这样你在工作中大家能相互的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多想一点嘛，这样管理起来也很容易，工人的稳定性也高。现在我这边的哪怕是长工变化很多，因为你跟他之间没有什么蛮多交流，都是工作指令的交流啊，他对你这个团队没有什么归属感，他不想干了，他肯定就辞职了。您个人是想更多的跟他们去沟通交流，更多的有生活层次上的一些沟通的，说除了工作以外，但是你语言不好，你做不到。明白。对，有几个长工呢，待的时间长了好一点，你跟他之间啊，生活中啊，经常吃饭喝酒啊，有些互动啊，他们稳定性好，他不会走，他有什么想法他会跟你说。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方便一起来拍张照片吗？可以。1、2、3，加油！